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前几期都提到了一条街道铜陵阁路，这期视频就了解一下这条街道和其周边几条胡同。铜陵阁路在长安街南侧，北口对着民族文化宫，南口接宣武门西大街，原名为南河沿大街，明清时期是大明壕的南段。铜陵阁，中华民国军事将领，77事变爆发后，担任国民革命军29军副军长，率部在北京永定门以南的南苑与日军浴血奋战，壮烈牺牲，史称南苑保卫战。国民政府追授铜陵阁为陆军2级上将，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1位高级将领。2015年，铜陵阁路北口路西草坪中建设了铜陵阁纪念雕塑。雕塑由怀表、表链和翻开的书页组成，其中怀表就定格在1937年7月28日18时13分，正是将军牺牲的时间。铜陵阁路最早可追溯到元朝，当时是金水河的河道。元初，郭守敬开辟了一条河道，引玉泉山水由河义门、西直门、南水关入城，流入皇城外的护城河及皇城内的三海。时至今日，天安门前的河还叫金水河，河上那几座桥也还叫金水桥。元朝时的金水河因流入皇城，一路还有士兵把守，水质清澈。明朝以后，金水河上游河道淤塞，截断了水源，金水河逐渐从一条人工河演变为露天城市下水道，被人们称为大明壕。大明壕北起西直门内，南抵宣武门，纵贯北京内城。每年开春，为确保大明壕雨季排水通畅，朝廷都会派人挖泥清淤，臭气熏天，人称臭半城。直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，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，利用拆除皇城的城砖，将大明壕改建为地下暗沟，并在其上兴建马路，起名勾沿大街，成为北京城内最长的一条斜街。自此，历经明清2代的大明壕从地面消失。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，为纪念抗日英雄，南勾沿、北勾沿分别改名为铜陵阁路和赵登禹路。铜陵阁路北口东侧有一家名为三味书屋的书店，1988年书店开张，是北京最早一批开架售书的民营书店。三味书屋的书都是老板精心挑选的，也是最早做作家签售、小型音乐会、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书店，在北京城文化圈知名度很高。至今书店的白色木板上仍记录着书屋办过的300多场周末讲座的主题，内容涉及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自由等题材，充满人文思想情怀。随着这些年实体书店运营的困难，现在一天营业额常常不过数百元，但这也没有阻止这家书店的持续经营，只是营业时间改在中午12点才开门。与三味书屋相对的铜陵阁路口西侧，则是高大气派的国家开发银行总行和凯辰世贸中心。当初建设时拆除了这里的几条胡同，包括西单手帕胡同的西段、茶院胡同和文昌胡同的北侧。茶院胡同在明代为巡按察院衙署所在地，以前叫按察院胡同，原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。胡同内的23号、25号、28号都曾是保护院落。23号是当代著名词人叶嘉莹的祖宅，其祖父为光绪年间工部侍郎。1924年，叶嘉莹出生于此。她1948年随父亲与丈夫去台湾，后到加拿大，又于1979年回国，在南开大学任教。25号院是一个带穿廊的工字形四合院，可以说是北京民居中保留穿廊的孤立。现在整条茶院胡同都拆除干净，只有名字保留了下来，变为2座大厦中间南北走向短短的一条小路。茶院胡同的南面是文昌胡同，清初为铁匠胡同一部分，因位于铁匠胡同中段，后改称中铁匠胡同。1911年后改称文昌胡同。胡同的南侧还在，北侧已经拆除。被拆除的15号院曾是张学良居住过的行园，里面有座2层洋楼，在胡同里显得与众不同。
张学良在此居住期间，有大量民国人物出入，是民国历史的一段重要见证。现在在15号院的大概位置，新建了一个现代的四合院，门牌号是文昌胡同9号。不知这座院子的修建和张学良曾经的15号住所是否有些关系？文昌胡同南侧通过一条小巷，可以走到文华胡同。文华胡同明代成为街巷，称石驸马街后半边胡同。清乾隆年间称后闸，宣统年间改为石驸马后宅。后因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曾经在此居住，1965年重新整顿地名的时候改成文华胡同。李大钊在北京待了差不多10年，住过5个地方，其中在文华胡同住的时间最长。从1920年春到1924年1月，李大钊连同家人在这里居住。该院分为南北2个院落，李大钊一家生活在北院，大门就是如今的文华胡同24号。这是个3合院，正房3间，东西耳房各2间，东西厢房各3间。1924年2月，李大钊全家离开这里，搬到了不远处的铜幌子胡同甲3号。2007年，李大钊故居开始向公众开放。继续向南，铜陵阁85号为北京市电视技术研究所，内有一座中西合璧的教堂——中华圣公会教堂，也叫安利甘教堂、南沟研究主堂。中华圣公会是基督新教6大宗派之一的英国国教圣公会在中国的分支教会，原本用的是音译的安利甘会，1911年才转为意译，称中华圣公会。中华圣公会曾在北京建立了2所学校，笃志女中和崇德中学，之后逐步演变为现在的鲁迅中学和31中。这座教堂于1907年建成，由英国人、华北教区主教史嘉乐主持建造，是圣公会北境第1座教堂，也是中华总会教堂。之前这里曾是清朝刑部官员英科廷的府邸用地。平面上教堂呈十字形，建筑布局是经典的巴西利卡平面，但山墙采用的是中国硬山式。最有特点的是平面2个十字的交点上各有一座中式的小亭子，2个中式八角亭阁作为天窗和中塔，中西合璧，别有韵味。内部结构并未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抬梁式，而使用西方的木横架结构，中央交叉点上是层层高耸的穹顶，八角形穹顶镶嵌着彩色玻璃花窗，光线从花窗射入教堂内部，仿佛天空中悬着一个巨大的万花筒。2013年，这里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49年后，圣公会退出中国，教堂改为北京电视技术研究所的仓库。2019年，诗人及设计师江巡夫妇接手了这里，把它改造成了国内唯一一家教堂书店——模范书局时空间。关于江巡和模范书局，我们在第16期杨梅竹斜街那一期曾经介绍过，这里不再赘述。模范书局诗空间的图书更多的是偏向于哲学和艺术，包括一些古籍、孤本以及绝版藏书。除了卖书、看书，也融入了现代时尚的咖啡角和文创作品。最里边原来是教堂的神像台，现在改造成了环形书架。铜陵阁路向南走到头，是国家通讯社新华社。这里在明清时期是养大象的象房，光绪年间逐渐废弃。清末在象房就地设立了京师法律学堂和财政学堂。清宣统2年，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后，将法律学堂改为了咨议机关资政院。辛亥革命后，民国参议院选址在原资政院处，并选定其东侧的原财政学堂作为众议院建筑基址，建造完成了工字楼、仁义楼、礼智楼、信字斋、圆楼及国会议场等建筑。1913年4月8日，中华民国第1届国会开幕典礼在此举行。民国国会旧址现存新华社院内的国会议场、圆楼、仁义楼、礼智楼。国会议场现在是新华社礼堂，坐北朝南，平面呈正方形，主楼高3层。
民国参议院的旧址在铜陵阁路西的新华社印刷厂内，旧建筑都已无存。2006年，北京国会旧址成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